汉朝皇帝11，断袖之癖，汉哀帝刘歆。汉哀帝刘歆，改革失败的断袖皇帝。汉哀帝刘歆，公元前25年到公元前1年，字和，是西汉第13位皇帝，在位7年。他是汉元帝刘氏之孙，定陶公王刘康之子，母丁姬。作为西汉历史上极具争议的皇帝之一，他既是一个立志中兴，试图扭转颓势的有为君主，又是一个因宠幸男色而留下千古骂名的荒唐天子。他短暂的7年统治，如同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政治实验，最终以失败告终，为西汉的灭亡敲响了丧钟。早年岁月，从候补太子到意外继承人。刘歆的早年经历是西汉后期皇位继承危机的一个缩影。阳朔2年，公元前23年，年仅3岁的刘歆，其父定陶公王刘康去世，年幼的他继承了定陶王的爵位。由于年幼丧父，刘歆由祖母汉元帝的宠妃傅昭仪亲自抚养长大。在祖母的悉心教导下，刘歆掌好文辞法律，展现出聪慧好学的一面。汉成帝刘骜在位20余年，却因宠妃赵飞燕、赵合德姐妹的迫害而无子嗣。成帝无子，皇位继承人只能在宗室子弟中挑选。元延4年，公元前9年，两位候选人刘歆与中山王刘兴同时入朝，接受成帝的面试。这场面试的结果堪称悬殊。考察项目：定陶王刘歆、中山王刘兴。律令掌握，待其父向中尉3两2千石浑元引经据典，回答完美，只待太傅一人，说不出法令依据。学问功底：背诵诗经，熟练通习，能解说含义，背诵尚书，支离破碎，不知所云。礼仪举止：进退有度，从容得体，吃饭后饱，起身时袜带散开，举止适宜。成帝由此得出结论：刘歆贤能，刘兴不能，无能。然而仅靠自身才能还不够。刘歆的祖母傅昭仪深谙宫廷政治，他四路以上所幸赵昭仪、赵合德及第9骠骑将军曲阳侯王根，以重金贿赂成帝身边最有影响力的人物。赵合德与王根见成帝无子，也想事先结好于刘歆，为成就富贵做打算，便在成帝面前更称定陶王，劝帝以为色。最终在内外合力之下，遂和元年，公元前8年，成帝下诏立刘歆为太子。刘歆推辞一番后接受，入主东宫。登基为帝，雄心勃勃的改革开局。虽和2年，公元前7年3月，汉成帝暴邦。4月，19岁的太子刘歆即位，是为汉哀帝，改元建平元年。汉哀帝即位之初，展现出了与其年龄不符的政治抱负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评价，哀帝出力，躬行简约，省俭助用，政事有几出，朝廷熙然望之止焉。他的出政举措主要有3：裁撤乐府，即位仅2个月，哀帝便下诏认为乐府音乐多为，政声因而乱乐，下令裁撤乐府，414名乐工被裁减。此举意在打击奢靡之风，体现其节俭理念。打击王室外戚，这是哀帝最核心的政治目标。他深知王室外戚王政君、王莽家族专权已久，是皇权的最大威胁。即位之初，他便驻手削弱王室势力，推行新政，任命施丹为大司马，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。汉哀帝深知要实现中兴，首先必须清除把持朝政的王室外戚。他的策略是以父定外戚制衡王室外戚，尊封生父母。哀帝以母以子贵为由，尊祖母傅昭仪为恭皇太后，母亲丁姬为恭皇后，后又改尊傅氏为帝太太后，丁氏为帝太后。此举导致后宫出现4位太后级人物：太皇太后王政君、皇太后赵飞燕、帝太太后傅氏、帝太后丁氏，分化了王政君的权力，逼退王莽。在一次宫廷宴会上，傅太后的席位摆放问题引发争议，王莽对傅太后不敬，哀帝趁机将其解职，遣送回封国，清洗王室党羽，
哀帝先后将曲阳侯王根、成都侯王旷等人定罪，王根救国，王旷免为庶人。至此，王室外戚的势力遭到沉重打击，皇权似乎回到了皇帝手中。清初王室后，哀帝助手推行他最雄心勃勃的改革，限田、限奴婢。当时土地兼并已成为西汉最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大司马施兰提出建议，诸侯王、列侯占田不得超过30顷，诸侯王奴婢下200人，列侯、公主100人，吏民30人，商人不得占有土地，不得为官。丞相孔光、大司空何武等人制定了具体方案。然而，这项改革触及了贵族豪强的根本利益。父丁两家外戚率先反对，哀帝的祖母傅太后、母亲丁太后直接干预。哀帝的表现令人失望，他退缩了，限田令成了一纸空文。更讽刺的是，后来哀帝一次赏赐给宠臣董贤的土地就达2000顷，是限田最高额的近70倍。这无异于亲手打脸，宣告改革的彻底失败。3. 荒淫无道，断袖之癖的由来。如果说哀帝的政治生涯还有值得同情之处，那么他与董贤的关系则彻底败坏了他的名声。建平2年，公元前5年，哀帝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遇到了时任太子舍人的董贤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董贤为人美丽自喜，长相极为俊美。哀帝一见倾心，悦其一貌，从此宠幸有加。董贤的性格也投其所好，性柔和便辟，善为媚以自顾。他善于谄媚逢迎，很快就获得了哀帝的绝对信任。断袖之癖的典故。一天中午，哀帝与董贤一同午睡，董贤枕着哀帝的衣袖睡着了。哀帝想起床，但见董贤睡得正香，不忍惊动他，于是命人用剑割断自己的衣袖，才起身。这就是成语断袖之癖的由来，后世用以指代男子之间的同性恋行为。哀帝对董贤的宠爱远远超出了男色的范畴，而是到了予以宠贤的地步。时间，董贤的升迁之路。建平2年，拜为黄门郎，巡阅监赏赐类举案。同年，封为高安侯。元寿元年，年仅22岁，拜为大司马卫将军，领尚书事。元寿2年，位列3公之首。董贤虽为3公，常给事中，领尚书，百官因贤奏事，实际权力远超丞相。他的妹妹被封为昭仪，地位仅次于皇后。他的父亲董公迁为少府，他的妻子可以随意出入宫禁。最令人震惊的是，哀帝甚至在宴会上对董贤说：“吾欲法由禅顺，何如？”想效法尧舜，把皇位禅让给董贤。此言一出，大臣们目瞪口呆，场面一度尴尬至极。有一次，匈奴单于来长安朝见，见到执掌朝政的大司马竟是一位20出头的美少年，大为惊讶。哀帝却一本正经地对单于说：“大司马虽年少，却是中国最有贤德之人。”单于信以为真，恭恭敬敬地向董贤行了大礼。董贤的崛起引发了朝臣的强烈不满。丞相王嘉多次上书劝谏，认为哀帝对董贤的宠爱过度，会重蹈邓通，海燕等宠臣不得善终的覆辙。哀帝不仅不听，反而对王嘉心生厌恶。元寿元年，公元前2年，哀帝找借口将王嘉下狱。王嘉在狱中绝食20余日，呕血而死。史学家评价哀帝的诏书时指出，其言辞太深痛切，对老臣王嘉的斥责几乎辱骂，有伤国体。4. 病弱之躯与英年早逝。哀帝的身体状况一直不佳，史书记载他极为痿痹，或有某种慢性疾病，可能是肌肉萎缩或关节疾病。元寿2年，公元前1年6月，年仅25岁的哀帝病情急剧恶化。6月初3日，刘歆驾崩于长安未央宫，在位仅7年。临终前，哀帝做出了一个致命决定，将纯帛玉玺交给了董贤，说：“吾忘以与人，不要随便交给别人。”然而，哀帝一死，政治形势立即逆转。太皇太后王政君迅速行动，招来已被贬斥的王莽。王莽逼迫董贤交出玉玺，
董贤无力反抗，与妻子当日自杀。王莽重掌大权，随后立9岁的刘戡为帝，汉平帝，自己以安汉公身份独揽朝政。仅仅8年后，王莽篡汉，西汉灭亡。哀帝死后，谥号孝哀皇帝，葬于义陵（今陕西咸阳市西）。历史评价：一个被寄予厚望的失败者。汉哀帝是一位极具争议的皇帝，历代史家对他的评价可谓褒贬不一。司马光：哀帝处理公行简约，省俭助用，政事有己出，朝廷熙然望之之焉。班固：孝哀自为藩王及充太子之功，文辞博敏，又有令文。苏辙：哀帝自诸侯为天子，方其在国，好礼节俭。至成帝又容旧家，权多于王室，及即位，收揽威柄，朝廷悚然，庶几于治。班固批评他：笃孝成事录去王室，权柄外移，是故临朝楼诸大臣，欲强主威，以则武宣。然董贤用事，大臣诛伤，有复苏动摇之凶。苏辙一针见血，帝复宠任幸臣董贤，位至3公，复拟帝室。虽欲贬损王室，而身既失德，朝无名臣，所以自知者多矣。前时哀帝虽违弊短作，而出政有如此，持之以久，不昏不怠，而天下无不可为矣。祭体之主，庸可乎诸？言下之意，哀帝未能持之以恒。从现代视角看，汉哀帝是一个悲剧人物。他有改革的抱负，清除王室，推行宪田，目标明确，方向正确。他有改革的开局，出政气象一新，获得朝野期待。他却缺乏改革的决心，宪田令触及权贵利益时，他退缩了。宠幸董贤后，他彻底丧失了政治判断力。他病弱的身体在位仅7年便去世，即使有抱负也来不及施展。一个有趣的细节，哀帝曾在建平2年（公元前5年）短暂改元，太叔元将，自称陈胜刘太平皇帝。这种近乎迷信的行为，折射出他面对政治困局时的无力感与病急乱投医的心态。总结：西汉灭亡的最后推手汉哀帝刘歆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，矛盾点表现：抱负与软弱，理智中兴，却在关键时刻退缩；聪明与荒唐，文辞博敏，却宠幸董贤到荒谬地步；强主与傀儡，打压王室，却制造了更无能的董氏集团。短暂与深远，在位仅7年，却加速了西汉灭亡。他继承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，本有机会力挽狂澜，却因自身软弱和荒唐，错失了最后的机遇。他死后，王莽迅速复起，西汉王朝的命运就此注定。正如后世所论，汉哀帝是西汉最后一个有能力改变历史走向的皇帝。他的失败不是因为没有抱负，而是因为没有与抱负相匹配的决心、能力和自制力。他用自己的短暂统治证明了一个道理：空有改革的意愿，却无改革的魄力，终将一事无成。他死后仅仅8年，王莽篡汉，西汉灭亡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汉哀帝是西汉最后一位有实际统治能力的皇帝，也是西汉灭亡的最后推手。完。